伊卡洛斯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精灵心碎，烛光坠雨。作为魔克小队的给力队长，伊卡洛斯终于和我们见面了。此处是塞里加族长与伊卡洛斯见面的片段，但他们身处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在一些影视作品中，长辈见子女一般会选在会议大厅或者藏有秘密的私人空间里，这里的场景也不例外。仔细看会发现，伊卡洛斯进门后来到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密闭的房间，而是一个通道，里面甚至连灯光和装饰都没有。如果再仔细看，会发现族长面前的显示屏后面是一道门，那么这道门后面会有什么呢？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一下，伊卡洛斯是个苦命的孩子，母亲不在了，弟弟也躺在疗养舱里，唯一存活的父亲却总是以族长的身份严格要求和使唤他做事，伊卡洛斯甚至感受不到亲情的关爱。从拟态档案里我们能看到伊卡洛斯奇装异服的由来，继承母亲的遗志，反对父亲的教条。伊卡洛斯的着衣风格无疑是对母亲的追悼。那么伊卡洛斯这名字又藏着什么秘密呢？最近我发现塔学家越来越多了，看来小风抛砖引玉的作用已经达到了。这里我也就不客气的引用了。伊卡洛斯出自希腊神话，是戴达罗斯的儿子，在与父亲逃离岛屿的时候，用羽毛和蜡做成了翅膀。但伊卡洛斯在飞行过程中因为太过兴奋，于是他不断的攀高。蜡在高温下是会融化的，他飞得越高，蜡就融化得越快，最后蜡完全化了，没了蜡的固封，羽毛很快散落开来，翅膀也散架了。伊卡洛斯从高空坠落而亡，幻塔中的设计灵感也源于此。瑟里加家族崇尚太阳，伊卡洛斯也一直在追逐着光，而他的光就是梦想。从 PV 简介我们能看出，伊卡洛斯为追求自己的梦想付出了很多，很可能就是母亲的死亡和弟弟的昏迷，也只有这种亲情的埋葬，才能让他决心不顾旁人的眼光，坚定地贯彻母亲的意志。伊卡洛斯的着装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救赎？在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尽孝，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，这也正应了我们的一句老话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伊卡洛斯奇装异服的由来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门后面会是什么？我猜测很可能是伊卡洛斯的母亲。众所周知，幻塔里但凡有点身份地位的人物，又能找到躯体的，都不会死亡，而是会躺在各种疗养舱里。莎莉如此，爱丽丝如此，克劳迪亚如此，塔洛斯亦是如此。伊卡洛斯的母亲很可能也是如此。在族长面前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大量的信息，如果这只是一道门的控制系统，并不需要如此的复杂，所以我觉得面前的显示屏显示的不只是门的控制，还有门后面房间的各种信息。之所以这样猜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地点的合理性。族长为什么会选在这里面见伊卡洛斯？就像之前提到的，长辈面见子女一般会选在会议大厅或者私人空间，藏有秘密的地方。这里并不是敞亮的大厅，如果门后面是大厅，也没有必要在通道里见自己的儿子，所以此处只可能是私人空间，并且藏有秘密。对于伊卡洛斯来说，能触动他最深的无疑是自己的母亲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反过来看，门后面是整个房间的外面，伊卡洛斯是来探望弟弟的，所以族长站的位置其实是房间的入口，伊卡洛斯才是从房间里面出来的。但这样的话，显示屏就有些违和了。谁会在门口的正中搞这样一块又大又复杂的屏幕呢？而且方向还是面朝里面的。在这段见面片段中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注意看伊卡洛斯的动作，在进门后，他有一个握拳的特写。起初我以为他是对父亲的不满，猜测母亲与弟弟的不幸都和眼前的男人有关，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父子之间隔阂那么深，甚至到了伊卡洛斯反对父亲的教条，故意与之对着干。但在之后的对话中，伊卡洛斯的声音又异常的平静，而且眼神与表情没有更大的起伏波澜，所以握拳就有了另一种解读。这段 PV 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摩克小队前往维拉后，伊卡洛斯回到海加德来述职。这段剧情在主线里也提及到了，发生在10号哨站袭击之前，伊卡洛斯的母亲去世，弟弟昏迷，如果他没别的兄弟，家族的重担就会落在他一人身上。这次回来很可能就是与父亲进行和解，挑起自己该负的责任。这在伊卡洛斯的文案里也有介绍，亦不会逃避加诸于我的任何责任。但我觉得以前的伊卡洛斯可能不是这样的，是摩克小队的历练让他更加成熟了。伊卡洛斯的转变可能会是人物塑造的出彩点之一。母亲的去世与弟弟的昏迷，使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带来了不小的成长。再来说说伊卡洛斯的武器片光灵雨，看过《火力少年王》的小伙伴肯定不陌生，这不就是悠悠球吗？幻塔能在武器上打破枷锁，还是挺令人惊喜的，但它合理吗？谁会用悠悠球作为武器呢？这里我们就要注意这把武器了，片光灵雨会是什么来历呢？除了它夸张的造型以外，更引人注目的是它表面的纹印。如果对比伊卡洛斯的2阶形象，会发现有很大的既视感，一样的颜色设计和非常强的一体感，这都让人觉得片光灵雨与伊卡洛斯的家族有关。所以我推测这把武器应该
与凛夜的影之来历相同，都是来自家族的传承。虽然它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悠悠球，但不要忘了古时候还有一种暗器，叫做血滴子，同样是以锁链抛出，并可以以此操控，也有着不俗的杀伤力。这样一想，悠悠球作为武器是不是就合理了呢？这次 PV 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伊卡洛斯的弟弟塔洛斯。塔洛斯同样出现在了希腊神话中，他是戴达罗斯的外甥，天赋远超常人。即使没有戴达罗斯的帮助，他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打响了名气，获得无数人的赞誉。这也让戴达罗斯心生嫉妒，并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外甥。但事情还是败露了，他被迫逃亡。接下来就该牛头人出场了。我看到很多人说塔洛斯是牛头人，那就混淆两者了。戴达罗斯在逃亡期间到了克里特岛，在这里遇到了国王弥诺斯，他被委托建造一座迷宫的住宅，而这处住宅就是给牛头人弥诺陶洛斯居住的。注意两处的名字，戴达罗斯的外甥才是塔洛斯，牛头人的名字是弥诺陶洛斯，两者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以此故事为线索，在 PV 里我们也能找到内斯维荷感的来源。塔洛斯真的是伊卡洛斯的亲弟弟吗？他躺在疗养舱里，虽然脸部被面罩覆盖，但从发型与脸型还是能看出与游戏里的一些通用模型是相符的，而这也就说明伊卡洛斯与塔洛斯的长相是不相似的，要么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要么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。当然这里也只是猜测，还需要进一步的情报来确定。伊卡洛斯说过曾与塔洛斯一起眺望星空，并要帮他寻回翅膀。伊卡洛斯究竟在寻找着什么？塔洛斯又为何会昏迷？这里要提到一个人，华金博士。在 PV 里居然出现了海加德的人。为了确定这是不是模型复用，我第一时间跑了趟海加德，发现两者的模型是一模一样的，尤其是手背上的纹路。既然否定了模型复用的可能，那么华金博士也是属于瑟里加家族的人。他在此的原因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有人觉得他像一名管家，但我不这么觉得。首先，如果他是管家，就不会频繁出现在海加德。其次，他出现于此更像是为了治疗塔洛斯。既然塔洛斯躺在疗养舱内，那么这里的负责人就很可能就是华金博士，能被华金博士亲自负责治疗，这让我对弟弟的昏迷原因产生了疑问。还有伊卡洛斯现在正在做的事，寻找潮母的存在，塔洛斯的昏迷是否也与灰玉体有关呢？这次的伊卡洛斯 PV 展示的内容其实有很多，瑟里加家族的出现，说明海加德第9区的实际掌权人很可能是世家家族组成的长老院，而瑟里加崇尚太阳，更说明海加德背后有宗教的影子。但我也很好奇，当科技都发展到可以移民第2地球了，为什么还会有家族会崇尚太阳呢？在这种科技背景下，再用传统的眼光神化太阳是不可能了。在明知道太阳不是神的情况下，依旧崇尚太阳，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能源。不管是移民前的地球，还是移民后的爱达星，一直都深陷能源问题的泥沼。瑟里加家族对太阳的推崇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地球的现状，很可能能源极其短缺。只有在这种背景下，拥有海量能源的太阳才会成为崇拜的对象。既然海加德已经出现了塞里加家族，那么其他家族还会远吗？从梅丽尔到凛夜，再到伊卡洛斯，幕后的家族渐渐浮出水面。诺恩联邦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构成？大灾变前的实际掌权人又会是谁？起初我以为殖民者都是开拓者，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后，他们肩负的是开垦的重任。但从目前的情报来看，家族也参与到了第一批移民中，这会是新一轮的争抢地盘吗？又扯远了，继续说回伊卡洛斯吧。在他的设计中，不仅采用了奇装异服，还大量使用了锁链的元素。伊卡洛斯是烛光者，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砥砺前行，那些锁链就像是世俗的桎梏，而他就是那个打破传统的人。尽管从人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